我是龙文，平时呢喜欢写书法，搞个篆刻，主要呢现在是做紫砂。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书房，大概有40多平米，隔了3个空间，一个是喝茶跟写书法的空间，一个是休息的过渡空间，还有一个就是制作陶艺的工作室。装修的第1天，我就刻了一方印章，就是颐堂，是战国时期的那种金属上面的文字。实际上，颐堂也就是自在，上海人讲11的意思嘛。我这里做了一个玄关，那么一进来呢，就感觉到了一个山林。这里找了一块形态比较好的太湖石，把它放大打印，3D 打印的，把自己平时练习的字啊裱在上面，就比较现代的一种感觉。书山有路勤为径嘛，就提醒自己要卖力。我这个大的空间全部是中国的元素，实际上有很多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不冲突的。我做了一个展示柜放在后面，那么我可以把我自己的东西全部展示出来。我有一次在路边看到人家买一种瓜，这个瓜底是平的，就像一个壶的形状一样的，我就买回来了，就把这个造型各个面全部画好，然后就构思把它做成一把壶。最吸引我就是打破它这个平衡的感觉嘛。这个底子是偏的，偏圆心的嘛，这一边多一边少，制作时候容易变形。工艺上面我也想了很多办法。上面我又刻了几个字，叫相出五指。我在这个喝茶的空间里面，就是不放别的紫砂做着的东西，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书房嘛，完全是自己的一个空间，所以我不想看到很多别人的东西。过渡空间呢，主要是休息，有的时候朋友少嘛，1、2个人坐在那里喝茶的地方。收藏的日本的很多茶道具啊、花器啊，那里可以展现出来。90几年，我写了一篇书法，请工艺美术研究所的人帮我做了一趟屏风，漆的，贴的金箔在做旧的。91年做的时候就是要3万6了，他们当时的工资大概只有200、300块钱1个月。这里就是我的工作室，这里是刻字，这里是做陶，还有呢，这里可以画草稿啊，还有这里很多我平时烧窑的饰片。工艺啊，就是每一个阶段都自己参与，会更加有把握，更加有趣味嘛。所以包括烧窑，包括炼泥料各方面，我全部自己来，包括自己烧饰片啊各方面，上面的刻字，上面用的印章，我全部自己一个人把它完成。我感觉啊，有很多东西啊，审美都是一样的。我平时就是一个是看书写书法，就提高自己的修养嘛。就是你修养到哪里，你做出来的东西就会到哪里。这本书叫《颐堂手记》，主要是把我日常就是怎么样的生活状态才能做出我这样的紫砂壶，所以里面有我的书法、绘画，还有篆刻作品穿插在里面。不要每天坐在泥凳前面，每天在拍泥片、打泥片，那只是增加工艺，并不会产生艺术品。实际上在这个城市里面，自己的一片天地嘛，像修行也是这样，生活在很世俗的这个里面，但是要有一颗纯净的心嘛。